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宋画中的宇宙。如果你把一幅宋画放在今天的画廊里，很多人会以为那是现代极简的作品，大片留白，寥寥数笔，却像把空气、湿度与时间都画了出来。可他们并不是为了好看而简单，也不是因为画家偷懒。宋人相信万物背后自有秩序，天地之间自有一种可以被认识、被体会、被格物致知的理。于是绘画不只是装饰，它也可以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，一种把宇宙秩序安放到纸卷上的方法。今天这期我们就从3幅宋代名作切入，瑞鹤图、西山行旅图以及寒江独钓图。它们分别代表了宋人审美的3个侧面：宫廷的精密写实，北宋的雄浑写实，南宋的极简写意。而贯穿其间的核心冲突，就是写实与写意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，到底要把物画得像，还是要把理画出来？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，在宋代，写实与写意并不是互相否定的敌人，更像是一对互为条件的双胞胎。宋人讲格物，讲穷理，就意味着你必须先面对具体的物象，鹤的骨节怎么转折，山石的肌理怎样叠压，水纹如何在镜中有动。没有对物象的精细观察，就谈不上从物象中的理。但宋人又同样警惕图像奇形，只求逼真，却失去心中的分寸与秩序。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很特别的宋画气质，它既冷静到近乎科学，又克制到接近哲学。瑞鹤图往往被当作一幅奇观画来看，群鹤盘旋在汴京皇城上空，云气缭绕，宫阙只露出一线无言。根据作品题记与史料记载，这幅画记录的是政和2年，也就是公元1112年，汴京城上空出现群鹤的祥瑞景象。但如果只是奇观，它不必如此精确，也不必如此克制。你会发现，画面里最实的部分不是宫殿，而是鹤。每一只鹤的姿态都不同，有的振翅上升，有的收翅滑翔，有的落在螭吻上回首。它们的羽毛、腿爪、景象转折都被细密工整的处理，属于典型的精密设色传统。这种精细不只是炫技，它是一种政治与宇宙观的表达。祥瑞必须可信，可信就需要可见可验的细节。观者相信天降瑞影，不是因为故事好听，而是因为画面把意象塑造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事实。甚至连构图也在强调这一点。画面上方的天空占据大面积，鹤群分布近乎均衡，宫阙只占下方一部分，像是在说人间的权力必须放在天象的秩序之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瑞鹤图常被评价为带有现代感，它把建筑只截取成一条屋檐线，把主体放进大面积天空里，让画面像平面设计一样干净。我们不必把它硬说成超现实或现代主义，但可以很确定地说，它的构图确实打破了传统花鸟画的常规，把花鸟、宫阙与天象合在同一叙事空间里，是一次大胆的视觉组织。这种大胆来自宋代宫廷文化对秩序、法度与名物的迷恋，要把世界的层级摆正，把天地人的关系摆清。你会发现，写实在这里服务的并不是自然主义，而是理智化的自然，自然也要被纳入可理解的框架中。这幅画背后那位把诗、书、画合为一体的创作者，正是宋徽宗。如果说瑞鹤图是在天象里证明秩序，那西山行旅图就是把秩序搬回到山川大地。放宽的这幅巨轴，卷本浅设色，画面高达2米有余，山体几乎压迫到观者面前。你第一次看它，会被一种尺度感镇住。人和驼队在山脚下，小的几乎要找半天才能看到，瀑布细如弦丝，而主山巍峨厚重，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。这就是北宋山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，它不是写景，而是写天地。画家并不满足于把某一座具体的山画得像照片一样真实，而是要在画面里组织出一种天地的结构。国立故宫博物院对这幅画的解说指出，它以近、中、远的3段式构图拉开空间层次，并通过凸显主山与渺小行旅的对比，创造如临其境的壮硕感。这种结构感正是格物的另一种面貌，你不是对着一块石头写生，而是在观察山川的生成逻辑、气象变化、体量关系，然后把它们归纳为可视的秩序。
范宽自己也留下过一句非常典型的说法：与其施法前人，不如施法造化，甚至施诸物，施诸心。这句话的关键不是浪漫的回到自然，而是强调从自然中得法。北宋士大夫文化里有一种很强的理性冲动，相信世界可被理解，相信万物有其理路。后来朱熹把格物致知系统化，成为理学修养路径中的关键环节。但格物作为一种认识姿态，在北宋已经非常活跃，从经学考据到农书、天文、地图与器物制作，都强调观察、记录与归类。这里我们不必把一幅画简单归因于某一种哲学，而是可以看到一种时代共同的精神气质，以冷静的目光观看万物，再以克制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所以西山行旅图看似写实，实际上是以写实达成一种更高的抽象。你看到的每一处皴法，每一片树丛，每一道山脊，都在构成一种稳定的世界。山有山的重量，水有水的路径，人有人的位置。宇宙不是混沌的，而是有层级、有尺度、有秩序的。这样的山水恰恰是一种理的图像化。从北宋走到南宋，你会发现画面突然变小了，巨轴变成册页与小幅，雄浑变为清寂，满密变成大片留白。《寒江独钓图》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画面里只有一叶小舟，一个披蓑戴笠的钓者，几道水纹，其余几乎都是空白的卷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说明明确指出，这件作品以最大限度利用余白效果见长，并将其标注为传马圆笔，年代为南宋13世纪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谈它时要保持严谨，它在传统上归入马远及其画派的风格体系，但现存版本在署名与流传上带有传的性质。那么这种极简究竟在表达什么？最直接的一层当然是诗意，后世常用柳宗元《江雪》、孤舟蓑笠翁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来对照这类画面。但如果你只把留白当成诗情画意，就低估了南宋画家对空间的理解。留白在这里不是背景，而是主体，他把水面、寒气、距离、寂静全都变成了可感的存在。你看似什么都没画，却在观者的心里生成了无边的江天。这正是写意的力量，它不再执着于把物画满，而是用最少的物象去引出最大的世界。而这恰好与理学时代的审美取向有某种呼应。理学强调在日常事物中体认理，强调克制私欲，反观内在，追求一种不被外物牵引的清明。我们不能说马远的每一笔都在宣传理学，但可以说南宋士大夫文化整体上更倾向于内敛、清俊、尚简的风格。这种风格与留白、单纯、含蓄的图像语言形成了同向的美学气候。绘画从展现世界的繁复转向安顿心灵的秩序，于是越画越少，却越画越深。很多人喜欢用一句话概括：唐人外向，宋人内向；唐贵在华丽，宋贵在清雅。这种说法有帮助，但也容易把历史变成性格测试。更可靠的解释应该从社会结构与文化重心的变化说起。唐代是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帝国，贵族文化与宫廷审美长期占据主导，器物、服饰与艺术更强调色彩与装饰的丰盛。到了宋代，尤其北宋以后，科举与文官体系让士大夫阶层成为文化生产的核心群体之一，审美趣味也更强调节制、文雅与可供品评的格调。这种转向并非一夜发生，而是5代以来政治与社会结构调整的长期结果。同时，宋代思想界的一个关键变化是对理的强调不断加深。理学并非凭空出现，它继承并重组了儒家传统，也与佛道长期互动。它把理解世界与修身更紧密地绑在一起，外在的万物与内在的心性被认为可以在理上相通。于是艺术也获得了新的功能，它不仅可以描绘美，还可以帮助人观理养心。当艺术肩负起这种认识论与修养论的任务时，过度的炫耀与繁复就会显得多余，克制反而成为力量。你再回头看这3幅画，就会发现它们像一条渐变的光谱。瑞鹤图用精密写实来正实祥瑞，使天象进入秩序；西山行旅图用雄浑写实来组织天地，使山川成为秩序；寒江独钓图用极简写意来唤起无边，使空白也成为秩序。所以
写实与写意的冲突并不是宋画的撕裂，而是宋画的发动机。写实让格物成为可能，你必须面对具体的形，才能谈其中的理；写意让致知成为深化，当理已在心中成形，笔墨便可以舍形取神，甚至以空写有，以少胜多。当我们说宋代审美很现代，最好先把话说清楚。宋人当然不是现代人，他们不会用我们的概念思考，也不会为极简这个流行词而创作。所谓现代感，更多是我们在今天的视觉经验里重新发现了宋人处理空间、材质与节制的方式，与当代某些审美原则产生了共鸣。这种共鸣主要来自3点。第一，宋画对空间的理解非常成熟，它不把画面当成填满的平面，而是当成可以呼吸的场域。留白不是空洞，而是结构的一部分。第二，宋人对材质与质感极其敏感，无论是卷上水墨的渗化，还是设色的层次，都会被控制在一种不过分的范围里，让观者有余地去体会。第三，宋代把节制变成了审美本身。节制不是缺少，而是选择；不是贫乏，而是提炼。提炼到极致，就会显得干净、锋利，像今天的设计语言。如果你把这3点合在一起，就能理解宋画为什么像是在画宇宙。宇宙不是东西越多越像宇宙，恰恰相反，宇宙的秩序往往通过比例、层级、空与实的关系显现。宋人用绘画做的是把这种关系变成可见、可感、可反复体会的经验。结尾，在一张卷上安放天地，我们常说宋人雅，但雅并不只是品味，它背后有一整套世界观。对宋人而言，天地不是任意的，人生也不是任意的。万物有理，理可穷究，心性可修，修可成静。于是画家在画鹤时，是在整理天象与人间的关系；在画山时，是在建构天地与人的尺度；在画空白时，是在让不可见之物也进入秩序。当你下次再看宋画的留白、单色、克制，不妨把它当作一种非常古老却又异常清醒的追问。在纷繁的世界里，什么是可以被理解的秩序？什么是值得被保留的空？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笔墨里安放无限的天地？这也许就是宋画最迷人的地方，它把宇宙画得很安静，却让你在安静里听到万物的回响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。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